坐标武汉啊，家住65层摩天大楼的62层啊，如今真的是烦恼不断，肠子都悔青了，真的好想逃离高层住宅这个贫民窟。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是江城的武汉。这些年呢，随着城市的一个发展，包括土地的一个紧张啊，很多大城市里面的住宅呢，可以说是越建越高。最近这几年呀，谈起国内哪个城市的摩天大楼最多，尤其是那种超高层住宅啊，很多人肯定都会想起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然而呢，事实上给大家说一个事实啊，这些城市呢并不是摩天大楼最多的，排名第二的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武汉。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视频的朋友知道第一名到底是哪个城市啊？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告诉大家。大家呢就是来到武汉之后，很多人来到武汉之后呢，就是基本上映入眼前的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高松入云的一个钢筋水泥，真的是看着压迫感十足啊。很多外地人来到武汉之后都非常惊叹，武汉的住宅怎么这么高，你们住在这里面不害怕吗？其实呢，武汉作为新一线城市第5城啊，这几年真的是修建了非常多的超高层住宅，像那种其他城市里面30层、40层、50层的一个高层住宅呢，早就满足不了武汉了。现在武汉的住宅楼呢，动辄都是60多层，甚至65层什么的，难怪很多外地朋友第一次来到武汉就非常惊讶，武汉的楼怎么都修这么高。你就像那种北京的朋友，包括深圳的朋友，他们都说他们没见过这么多或者这么多高楼的。当然了，很多朋友呢也会说这个超高层住宅呢，在未来呢就是那种贫民窟嘛。那么住在这样的一个高楼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呢？就在这几天呢，我和我一位朋友也是深入的聊一聊啊，他就是几年前买的一个62层的一个房子嘛，就想把它给卖掉，当时也是冲动买了62层，花了将近500多万啊，入住了不到1年的一个时间，真的是天天提心吊胆。由于呢他是第一次买房子啊，没有什么购买经验，总觉得呢房子是越高越好，毕竟呢都是说站得高看得远嘛，就是那个事业呢更加的成功，更加的旺盛嘛。而且呢武汉是一个江城，站得高了之后呢，能够看到那个宽阔无垠的一个长江，包括欣赏这个江景也是一览无余嘛。当时也完全没有想过将来自己的小孩包括老人也是要住到这套房子里面的。到真的入住了以后呢，才发现真的是超高层的有了太多的一个硬伤啊。那首先第一点就是等电梯啊，这个等电梯的时间是特别的长。早上上班的时候呢，有时候呢要等这个电梯都要等20-30分钟，真的是太耽误事了。有好几次呢，他自己都是算好时间要去上班的嘛，就是因为这个等电梯的时间太长了。到了公司之后呢，直接就迟到了一次呢就要罚款，一次是200块钱。真的是太无语了，自己辛辛苦苦一个月也挣不了多少钱。那第二点就是62层啊，将近200多米的一个高空，完全就没有任何安全感。他们家这个房子真的是实在太高了，就是从上面呢往下看，那个2腿都是发抖了。我去过一次啊，真的是太吓人了。住这么高，朋友就非常担心自己的小孩子，孩子呢，假如说想到那个窗户边上去玩，包括去阳台那里玩，或者是去到那个连廊里头嘛，他都会赶紧制止。虽然说风景是非常的好，但是呢没有安全感，完全欣赏不到什么风景啊。到了冬天就更别提了，外面刮起那个大风，这个声音是呼呼的，感觉呢整栋楼都在摇晃啊。而且呢，朋友还有一点担心的就是一旦以后呢发生这个火灾，到底该咋办？现在这个消防云梯呢，最高也都是到100来米左右，像他们家住的这个高度呢，救援估计就是爱莫能助，真的是想想都后怕。那么第3点呢，就是最头疼的，就是像这种超高层住宅，万一你说停电了怎么办？万一停电了，自己要从60多层爬下来，年轻人都要累掉半条命，年纪大的还不哭晕在楼道里面。朋友就说呢，有一次呢，这个是电梯停电嘛，没法做饭，他就叫了外卖，给外卖小哥加了100块钱的一个小费，人家小哥都不愿意爬上来，毕竟呢爬一趟上下一趟，然后花时间不说，基本上都要累瘫到地上，别人还怎么送外卖呢？大家都知道这种房子呢都是70年的一个产权嘛，这种高层住宅，其他住宅也都是70年啊。这位朋友在网上也是看到了很多关于超高层住宅以后维修难度大的一个问题，包括10年、20年过后，这个房屋的质量出现问题，出现漏水，包括墙皮那个外裂了什么的，怎么维修？这么高谁来维修？真的是想想都头疼啊。无奈之下呢，他就决定了把这个房子给卖掉，换回这个低楼层去，最好能够换个3层左右的。但是呢，这个房子呢挂了半年的时间啊，快1年，不仅是半年多了还没有卖掉。大多数人看了一下他这个楼层，都会觉得这个楼层实在是太高了，真的是不适合居住。有些呢看房子的中介啊，干脆就让他降价，降个40-50万应该会好卖一点。真的是没有想到啊，第一次买这种
高层的一个住宅竟然会是这种结局啊！朋友现在真的是每天是烦恼不断，天天愁的头发都白了，肠子都悔青了。不知道大家对此都怎么看呢？大家在买房时会选择这种超高层住宅吗？特别是这种60多层的一个住宅楼，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里面多多留言，多多评论。好了，本期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